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幸福到万家，赵丽颖以身抗强拆大错特错，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最近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因为直面真实、反映现实的农村生活而大火。剧中围绕恶俗婚闹、征地补偿、职场骚扰、环境污染、冒名顶替等热门事件，将霸道的村支书、无理的道德绑架、蛮横的暴力拆迁等行为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和幸福赵丽颖式的蔬菜大棚被万传家曹征式强拆，广大网友纷纷表示，这正是很多农村都存在的现状。和幸福与王庆来在村里建起了蔬菜大棚，准备种植有机蔬菜供应给超市。村里要建保健品厂及污水处理厂，正好要用到王庆来家的，因为建大棚时的费用有一部分没有开发票，所以征收方说不给补偿。为此，幸福和丈夫没少去找万传家讨论，总算在各方的努力下，建大棚的费用全部补偿了。然而百密一疏，当菜商找上门来时，幸福才想起不能供应蔬菜，要承担6万元的违约金，为此只能再去协商补偿款。村书记理解农民不易，但不认可他们的行为，认为拆迁协议已签还几次3番，要钱就是贪得无厌，是耽误全村的发展建设。而万传家更是直接用推土机强拆了和幸福家的蔬菜大棚。这下矛盾彻底升级了，赔偿款没说明白的也没有了，王家父子都进了医院，走投无路的和幸福只能与万传家对簿公堂。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对原有建筑房屋进行拆除、搬迁，都是为了整体规划发展，将土地更加合理的进行再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京鹏律所杨勇律师表示，虽然剧中万家集团是为了全村的发展才征地建造保健品厂和处理污水厂，但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是不争的事实。农民的本质就是种地，土地被征了，意味着吃饭的家伙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也就是说，征地要补偿，建大棚的钱要补偿，因为大棚取消要承担的违约金，自然也应该补偿。只不过因为和幸福一家人对拆迁补偿政策不了解，以及对自身损失的估算不准确，才造成了几次索要补偿款的情况。王家一家人拼命上前阻止万传家的强拆行为，虽然大棚被拆了，蛋的还在，可之后在开庭诉讼时，土地还是被偷偷强推。无奈，幸福只能放弃开庭，跑回家查看情况。老百姓遇到强拆到底该怎么办？杨勇律师强调，遇到强拆一定不能像剧中的王家人一样去用身体对抗那些大型的机器设备，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不仅不能有效阻止强拆，还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一定要保持冷静，控制自己愤怒、激动的情绪。正确的做法是拿起手机，通过照片或录像的形式留下被强拆的证据，同时打电话报警。不要认为报警没用就放弃，报警的目的不是阻止强拆，而是要留下报警记录，这是以后诉讼的证据之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杨勇律师表示，在征地拆迁案件中，违法强拆的问题很常见，办理过的相似案例也有很多，最终都通过法律途径成功，为当事人解决了问题。2021年，安徽宜城的张先生的土地被纳入征收范围。2021年7月，建设单位2次想对张先生的承包地进行强制清表，
因张先生一家人的强烈阻止未能得逞。8月，街道办组织大量人员，动用铲车等设备，强制对张先生的承包地进行了清理，并交付开发商施工。迫于无奈，张先生委托京鹏律师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街道办对张先生土地强制清理的行政行为违法。还有一些村民房屋被征收、拆迁方会以断水断电等方式逼迫签字。京鹏律所的委托人陈先生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陈先生房屋被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拆迁方为了加速搬迁，做了封门、架设围栏、将楼梯打断等行为，之后还强拆了他的房子。最终，在京鹏律师的努力下，成功通过法律途径为陈先生维护了合法权益。征地拆迁是利国利民、有利于发展的大事。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不要坐以待毙，不要被征收方的来势汹汹吓住，不要被周围人的流言蜚语困住，也不要想通过拆迁一夜暴富或当钉子户，更不要以暴制暴，一定要以法律的手段，通过合法的途径拿到合理的补偿。记住，拆迁方可以不讲道理，但法律一定可以。